俄乌战争的下一轮爆发点必然会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军队在打进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之后，当地的官员们纷纷逃命，有的已经逃到了俄罗斯境内。可能有人会奇怪，俄罗斯刚刚侵占吞并的领土，怎么这容易就被攻破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俄军兵力不够且军需落后。虽然普京部分动员令征召的新兵已经送到了前线，但是由于训练不足，加上拿的武器都是老式步枪，且每人仅只有40发子弹，这样的士兵送到前线，除了充当炮灰耗材外，基本上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而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俄军没钱，俄军的新兵训练都是交给当地政府负责的，只是由于没钱，只能走走样子，简单训练一下就送走。加上有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内部贪腐成风，比如俄军准备冬季作战的150万套冬季服装，查账账面上有，可东西就是找不到。当初俄乌战争初期，俄军坦克、装甲车油料供应不上，估计也是这个情况。俄军乌东两地这么快被攻破，除了这些因素外，一方面是乌军士兵悍不畏死，另一方面就是俄军想要紧缩兵力，死守住赫尔松。因为赫尔松对俄罗斯来说太重要了。从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后，俄军第一时间从克里米亚搬刀北上，在赫尔松州内迅速推进，仅用7天时间就拿下赫尔松市。可以说，赫尔松市是俄军在乌境内首先控制的大城市和州首府。当时不仅助长了俄军嚣张气焰，也极大影响着外界对这场冲突的观感和评估。也正是由于俄军迅速拿下赫尔松州大部等乌南部区域，才保证俄军之后在顿巴斯地区能集中火力攻城略地，不至于让俄军兵力过于分散。而且俄军拿下赫尔松，也维护了俄军克里米亚半岛、乌南部、顿巴斯地区的后勤补给线。赫尔松作为俄军在乌南地区的桥头堡，能够以此地为依托，深入打击到乌克兰的境内目标，比如俄军可以以赫尔松为基地跳板，打击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等地。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方便俄军使用火炮、无人机等近程作战装备，打击到乌克兰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必使用他们昂贵且为数不多的远程攻击能力。因此，在当前俄军远程攻击能力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赫尔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赫尔松还控制着向克里米亚输送淡水的运河，一旦失守，克里米亚地区不可避免地将深受影响，所以俄军才会在赫尔松地区部署了2500名的精锐部队驻守。意图很明显，就是宁可放弃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也不能丢。而赫尔松的重要性，乌克兰当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从俄军占领赫尔松地区开始，乌军就不断寻找机会袭扰俄军。即使在今年上半年，乌俄双方围绕顿巴斯多个城市展开激烈争夺时，乌军也没有放弃对赫尔松地区的持续反攻，不断消耗着俄军力量。而在持续获取美西方军事援助后，乌军更是开始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精准打击第聂伯河上的重要桥梁，严重削弱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目前，乌军已经在赫尔松方向集结重兵，准备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可以这么说，俄乌战争打到这里，下一轮的爆发点赫尔松攻防战已经决定了俄罗斯命运的最后时刻。俄军一旦丢失赫尔松，这场战争就会以俄罗斯的失败而告终。赫尔松的失守，俄罗斯不仅会失去最精锐的部队，还会引发其国内一系列的政治灾难。可以说，下一轮的赫尔松之战将是普京的生死存亡之战。因为赫尔松一丢，就会威胁到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是普京自2014年以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全部，也是最重要的家底。更可怕的是，如果俄军再丢了克里米亚，也就相当于丢了黑海，那将是俄罗斯不可承受之重。这也是为什么俄军宁可丢了乌东，也不愿意丢掉赫尔松的主要原因。那么，俄军能否守住赫尔松呢？俄军在北线战场溃逃后，其南线赫尔松的俄军防守还算稳固，主要是因为北线的俄军主力之前被乌军声东击西兼调虎离山给骗到了乌南战线，特别是几个主力空降师，其战斗力普遍要强于陆军的部队。而乌军多支主力部队也相应的被调往北线，所以南线乌军的反攻才会如此缓慢。
不过，最近赫尔松东部地区的俄海军步兵旅突然溃退，说明俄军在赫尔松地区可能已经到极限了。毕竟，此刻的乌军不仅得到了更多的北约军援，甚至有不少消息都说，赫尔松方向集结了4万余名北约雇佣兵。按照扎波罗热州军民共管政府官员罗戈夫的说法，这些雇佣军来自30多个不同的国家，但是至于他们的真实来历不得而知。毫无疑问，乌军这次有备而来，而经过多轮试探，乌军也已经找到了俄军防守的弱点，就是由俄军海军步兵防守的第聂伯河上游地区。这里俄军兵力不多，海军步兵的重装备也缺乏，俄军主力部队距离也远，救援不及，所以在这里就容易形成突破。至少目前的事实证明，乌军的选择是正确的。从整体实力上看，南线俄军的兵力其实不少，至少还有个3万人左右，其中一半还是精锐的空降兵。只不过由于这场仗打了大半年，俄军各支部队都非常疲惫，而俄军的空降兵们更是要到处救火，疲于奔命。能不能守住赫尔松，这是个问题。更可怕的是，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后勤补给也将是个大问题。俄侵占北部的2个州和俄罗斯本土接壤，后勤补给的情况会好一些，但是赫尔松地区由于第聂伯河的存在，导致俄军的补给非常困难。特别是乌军将海马斯投入战斗后，第聂伯河上的2座大桥安东尼夫斯基公路桥和铁路桥几乎就没完整过，每次都是乌军这边拿火箭弹打，俄军那边就得连夜修。本来这2座桥都毁了的话，俄军肯定会崩溃，而唯一还让俄军在支撑的是位于赫尔松市上游的卡霍夫卡大坝。这座大坝上有条公路可以通行车辆，俄军便是通过它运输补给的，但这座水坝也在乌军海马斯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乌军从赫尔松东部发起进攻，也有占领大坝的意思。如果掐断了这条俄军的生命线，那么俄军在心理上就肯定崩溃了。所以南线的俄军能否守得住，看的就是后勤补给是否完好。如果后勤完好，后续的兵员、武器、粮弹都能送进来，俄军还可以继续坚守，打退乌军的进攻的。可如果卡霍夫卡大坝被乌军占领，俄军必然会弹尽粮绝，到时候赫尔松被乌军收复将是必然。虽然火力军做了推测，但是赫尔松之战未来的走势依旧很难预测。目前在第聂伯河西岸，俄军阵地正不断遭受着乌军的打击，俄军使用的桥梁被炸毁，只能依托临时架设的浮桥提供后勤补给，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乌军提供了优势。因为俄军只要往桥上运东西，乌军就打；俄军不运，乌军就不打。这在心理上会对俄军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另外，如果乌军成功将俄军驱赶至东岸，并夺取第聂伯河的控制权，那将为乌军后续对乌南部地区的攻势积累优势，甚至有利于乌军在乌南部地区的推进。不仅可以威胁克里米亚，而且还会对之前提到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南部、顿巴斯地区的后勤补给线造成严重掣肘，从而影响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同时，俄军新任总指挥苏罗维金大将表示，俄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赫尔松，并且俄罗斯明年春天还会从这里开始对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发动进攻，所以火力军才会说，接下来的赫尔松之战很有可能是决战。就连美国战争研究所也承认，最近俄军的战术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形势只给乌军留下一个向赫尔松进攻的小窗口。俄罗斯各地区调动的预备队抵达前线后，基辅将失去在部队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俄罗斯自杀性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对乌军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造成沉重打击。再加上从19日开始，赫尔松州民众通过城市港口往第聂伯河左岸转移。负责参与平民转运工作的地区负责人梅尔尼科夫表示，第聂伯河左岸已经备好了大巴车队，这些车队可以运送1000人，平民可以通过内河船队抵达左岸，然后乘大巴车前往俄罗斯其他地区。目前在包括赫尔松市在内的整个赫尔松州，已经有40%的民众撤离了。因为乌军接下来进攻的方向最大的可能就是刚才讲的直接进攻赫尔松，其上游的卡霍夫卡大坝将是突破点。
其次是扎波罗热，因为在这个方向上，乌军已集中大量无人机、装甲运兵车和各种运输工具，这将使其能够强渡第聂伯河，并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当然，也不排除乌军在多线同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看完俄乌双方本身实力，影响赫尔松之战胜利天平的还有2个主要因素，一个是美西方国家。我们知道，美西方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投入了大量军备援助，而在上周，俄罗斯大范围轰炸乌克兰之后，7国集团领导人以及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均表示将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援助。如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7.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加上之前的援助，自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共为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新计划援助清单包括海马斯弹药23000枚155毫米炮弹，500发精确制导155毫米炮弹，5000发155毫米远程反装甲系统炮弹，高速反辐射导弹，逾200辆高机动性多功能轮车，逾200万发小型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医疗用具等。其中，海马斯的弹药最为关键，因为有了弹药，海马斯这种关键武器就能提高乌克兰打击弹药库、桥梁和其他关键目标的能力，一定程度削弱了俄罗斯部队的补给能力。目前，美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2辆海马斯，并承诺在未来几年内还会再运送18辆。另一因素就是天气，寒冬即将到来，届时天气对双方的军事行动都将造成干扰。若乌军在寒冬来临之前无法在赫尔松之战中取得胜利，乌南部地区很可能陷入拉锯战。若俄军无法守住以攻投入俄的赫尔松，不仅将令本来就陷入战场焦灼的俄军士气再遭打击，还将刺激美西方国家持续加大对乌军事援助力度。所以综合来看，赫尔松之战的结果对俄罗斯而言具有国内政治稳定与国际战略斗争上的双重指标意义。而当赫尔松战场不安的紧张气氛再传到俄罗斯国内后，俄罗斯杜马第一时间发怒质问，给了那么多钱，不是一直在说能打赢的吗？怎么到最后打成了这个样子？长期的战争使得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俄军士气行将颓靡。反观乌克兰方面，其战争的潜力一天天的奔腾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的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以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乌克兰能够对俄军占领的赫尔松、卢甘斯克等地区做出致命的攻击，将俄军入侵者赶出乌克兰。因此，即将到来的赫尔松之战将会决定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否。每一名俄军入侵者都将为2月23日那天的行动付出代价。所以，内外交困的俄罗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死守赫尔松，且已经没有了半点退路。好了，关于赫尔松成为这场战争下一轮爆点，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